五一回家，我妈接我路上出车祸，躺进 ICU， 老公却打电话让我回家看孩子，还说婆婆腰疼，没人扶她上厕所。后来我妈抢救无效死亡，老公安慰我，死了也好，以后家里还少份支出，等你爸也死了，我们就用他们的遗产换个房子，把我妈接来，一家子快快乐乐。我笑着藏起他的癌症晚期病历单，点头道：老公，你说的对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今年是我和江旭结婚的第5年，当初谈结婚事宜时，爸妈看江旭他妈一个人不容易，所以没要彩礼，还陪嫁了半套房的房款。爸妈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和江旭回家过年。亲家母，我们只有兰兰这一个女儿，原本是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她嫁这么远的，可瞒不住他们年轻人感情好，我们也不好横加干涉。别的也不说了，我们就一个要求，这年在哪边过必须轮流着来。婆婆笑得花枝招展，连连应声，这是肯定的，你们放心，我不是那种封建的人，只要2个孩子愿意，去哪过年都成。可谁知他嘴上说的好听，干的却尽是膈应人的事。结婚第1年，婆婆说她心口痛，脑袋发晕，我和江旭带着她四处检查，什么也没检查出来，还耽误了回家过年的时间。结果年一过完，婆婆的病就莫名其妙的好了。第2年，我怀上了安安，孕吐的厉害，实在没办法出门。第3年，安安出生，婆婆说孩子太小，抵抗力差，不适合出远门。第4年、第5年，好似每年到了年关，总会冒出各种各样的事来阻止我回家。我也曾提出让爸妈来我们这过年，可外婆早已年迈，爸妈需要照顾老人，家里又有一堆琐事，实在走不开。每到团聚，我只能和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打视频，送去问候。视频那边的爸妈看到我们一家3口，脸上是止不住的笑，笑着笑着，爸妈的眼角就红了。偏偏这个时候，爸妈还要宽慰我，没事的兰兰，等安安再长大点你们就回来。安安小，长途跋涉的我们也不放心。好了好了，你大姨一家子叫我们去打麻将呢，不说了哈。视频挂断，我忍不住哭了起来。这个时候，江旭总会安慰我，明年等安安大点了，我一定陪你回去看爸妈。好不容易等到今年5一，安安已经3岁，可以出远门了。我和江旭商量着，不等过年了，这次5一直接提前回去。江旭也没有异议，于是我早早就订好回家的机票，去商场给爸妈各自买了2身衣服，又挑选了些本地的特产，就等着回家的那天。可某天江旭下班回来，神情纠结地告诉我，要我退掉回家的机票。兰兰，今天我给我妈打电话了，她问我什么时候接她来这边旅游。今年是我爸去世的20周年，我妈本来就伤心，我实在不忍心把她一个人丢在老家。我妈一个人把我养大也不容易，再说她年纪大了，你就体谅一下好吗？等5一之后，我把项目忙完，一定陪你回去。看着江旭为难的样子，我也不和他争论。那好吧，你可以在家陪你妈妈，我和安安回去看我爸妈。听见这话，江旭有些烦躁地揉了揉眉心。5一所有人都是全家一起出去旅游，你和孩子都走了，就我跟妈在这边多冷清啊。再说你走了，这几天谁来照顾我妈？我定定地看了他好半晌，才开口道：你是不是忘了，我也是我爸妈的独生女，自从我结婚后一次也没有回去过。
你把你妈妈一个人丢在老家，就觉得她孤单，那我爸妈呢？最终江旭还是把婆婆接了过来，我也没多说什么，只在家里收拾行李。江旭的票我已经退了，但我和安安必须回家，因为江旭一而再再而三反悔的缘故，我难免对婆婆也没有什么好脸。回家的前一天晚上，我爸打来电话，电话那头的他兴致勃勃：“丫头，明天什么时候下飞机？你妈妈一天要在家念叨3遍，你都不知道她有多唠叨。对了，我还给你包了蟹黄包，就等你回来吃。还有小江第一次来我们家说好吃的那个菌子，我和你妈妈问了好多地方才收到1点，到时候你们可要多吃点。”听着听着，我眼睛就湿了。不用了吧？江旭不陪我回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前2天不是才说好的吗？我爸的语气中充满了错愕。没什么事，就是公司临时有任务要加班。丫头，你可别瞒着我，是不是和小江吵架了？我爸着急了。这时我的房门被推开，婆婆探了个头进来。真的不是吧？我还有事，先不说了。我连忙收声挂了电话。婆婆已经走过来对我说：“兰兰，你是不是生妈的气了？”呵呵，明知故问。婆婆也不给我回答的机会，自顾自地说着：“是妈不对，可是你想想，你爸妈好歹还能搭个伴，我却只有一个人在家。尤其是每次过节，看着隔壁张嫂的儿子和儿媳带着她到处旅游，妈就心里难受。”我没说话，默不作声地坐在梳妆台前，压根不想搭理她。婆婆瞄了我一眼，见我还是不为所动，鼻子抽泣2下。要是你爸妈也只剩一个人了，那我绝对不会拦着你回去。人都有变老的一天，你就不能体谅我这个当妈的吗？我被她这番话说得怒火直冒。什么玩意儿？好好的在这咒我爸妈呢，说我可以，但你要说我爸妈，那绝对不行。你什么意思？在这讽刺什么？当初我没要你儿子1分彩礼，说好的每年轮流回家过节，你也答应了，结果每次都找尽各种借口，不想让我回家，又想不出彩礼，又想白得好处，天底下哪里有这种道理？婆婆瞪着双眼，似乎不敢相信我会对她说这种话。想来也是，这些年我看在她是我丈夫的母亲，我女儿的奶奶，一直对她好声好气，没想到我的大度却换来了他们的得寸进尺。婆婆喘着气，双手抚上心口，哆哆嗦嗦指着我说：“你怎么敢这么对我说话？这是想气死我呀！”听见动静，江旭冲了进来，他先是看了眼悲痛不已的婆婆，最终将愤怒的眼神放在了我身上。我不是答应你5·1过后找时间和你回家吗？现在你对着我妈摆什么脸子呢？江旭话音刚落，婆婆扯了扯他的衣角：“儿子，别说了，都是妈不好，你别怪兰兰，是妈不该来打扰你们的生活。”江旭红着眼将婆婆扶起，说：“妈，你没错，是叶兰太不懂事了，她爱去哪去哪。5·1我陪你出去旅游。”说完她便把婆婆扶了出去，走时还将房门摔得砰砰作响。当天晚上，江旭没有回房睡觉，而是去了客房。这是他第1次和我分房睡，我知道他这是在用行动表达他内心的不满。深夜好不容易将安安哄睡，我才有空掏出手机。我爸仍是不放心的给我发来好几条信息，意思都是让我别和江旭闹脾气，如果我们有事不能回来，那就等下次。没事儿吧？真没吵架？明天你就安心来接你的闺女和小宝贝吧。我爸几乎是秒回：“收到。”没想到最终我还是没能如愿回家。早上7点，安安发烧了，
安安小时候得过好几次支原体肺炎，每次都是高烧不断。我吓得连忙把江旭叫了过来，婆婆紧随其后。哎呦，我都说了，孩子小抵抗力也差，根本不能折腾。你看我说的对吧？她像是自己的话得到了证明一般，不依不饶地叫着，语气里全是斥责的意味。你这个当妈的怎么照顾孩子的？这我哪能放心地下让你带着安安走？江旭看着安安红扑扑的小脸蛋，也吓了一跳，找出温度计给安安量体温。怎么会突然发烧呢？昨天都还好好的呀。此时一阵凉风吹过，窗帘被吹得微微飘动，窗户没关，难怪安安睡的地方刚好对着窗户，这样吹一晚上怎么可能不感冒？可我记得昨晚我明明检查过窗户是否关紧啊。江旭皱着眉说：45摄氏度，别想了，赶紧去医院吧。然后将安安抱在怀里，转身出了门。我也来不及多想，急急忙忙套上衣服跟了出去。好在经过一系列检查下来，并没有发现肺炎迹象。医生说安安多半是受了凉，先试着吃点对症的药。一番折腾下来，时间已经到了上午11点，我再次错过了回家的飞机。江旭看了时间，轻舒一口气，安慰我：回去的机票已经错过了，5·1票不好买，安安又需要人照顾，你也别瞎折腾了，先好好照顾安安。等5·1过完，我一定带着你和安安多回去住几天。事已至此，哪怕心里无比烦躁，我也只好答应下来。方才出门着急，手机落在了家里，爸妈发了10几条信息和照片过来。照片里是我的房间，铺的是崭新的4件套，衣柜里还有新买的拖鞋、睡衣等等。最后是我爸妈的10几个未接电话，我赶紧回了电话过去，却发现我妈的手机暂时无法接通，我只好打我爸的。爸，兰兰。我爸那头很吵，还隐隐有哭声传来，因为激动和恐惧。接下来他说出的每个字都带着颤音。你到底在哪呀？你妈妈为了接你出了车祸，现在正在人民医院抢救，你快过来吧。我爸说出的每个字我都认识，连在一起却让我听不懂。车祸，抢救，我妈，我肯定是听错了吧。挂完电话，我的世界已经听不见任何声音。江旭和婆婆神情焦急，嘴巴开开合合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此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对，回家，现在必须马上回家。行李我已经收拾好，现在只需要买票。我打开订票啊，却发现手在不停颤抖，抖到无法正常操作屏幕。兰兰，兰兰。江旭强行将手机抽走道：兰兰，我知道你现在很急，但你现在先冷静下来听我说好吗？妈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我一开口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我不知道。我爸说妈撞得很严重，那辆车超速撞了10几个人，我妈当场就昏迷不醒了。今天我原本是12点下飞机，爸妈在接机口接我，可左等右等也不见我和安安出来，打我电话也没人接。他们俩以为是自己记错了航班信息，于是在各个接机口找我，结果我妈就在航站楼外被撞了。现在我家的亲戚都在医院守着，我必须买最早回去的一班飞机。想到这，我下意识去拿自己的手机，却被江旭拦住了。我心中震惊，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江旭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妈现在生死未卜，你作为女婿不回去看看就算了，你还不让我回去？江旭紧皱着眉头，眼中闪过一丝不耐烦。他还没开口，婆婆先说了：兰兰，我知道你妈出事了，你着急，可你又不是医生，
你回去了也没用啊，只能干着急。再说你家那边又不缺亲人照看，现在安安刚生病，我年纪大了没力气照顾安安。江旭身为男人带孩子也不像样，你这个当妈的不能说走就走啊。对呀，妈现在还在抢救是抢救，你就是去了也起不了什么作用。反正现在你们家亲戚都在，有什么情况我们再回去也不迟。不管怎么说，到时候我一定会陪你回去的。江旭紧接着话头说，我忍无可忍，将手头的杯子狠狠摔在地上，玻璃渣碎了一地，就好像这段我曾经认真奔赴的感情，到头来像个笑话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，我心口疼。婆婆又演上了，从我结婚那年起，她就有了这个毛病，只要我稍微不合她的意，这病就会发作。江旭立马冲了过来，将我推倒在地。叶兰，你有病啊，这可是我妈，要是我妈被你气出个三长两短，我绝对不会饶了你。再说了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既然嫁过来了，就是我们家的人，还管你妈妈死活干什么？反正她已经活这么久了，死就死了，还能给家里节省一笔开支。江旭是个孝子，赶紧把婆婆扶到沙发上坐下，一个劲地安慰她，给她顺气。曾经我也是看中江旭这一优点，只可惜江旭不会推己及人，他的孝顺只对他妈。到这一刻，我才真正明白谁的爸妈谁心疼。趁着他给他妈顺气的功夫，我拿过手机买了票。婆婆见我要走，心口也不疼了，立马疯魔了，搬过来拉我。我孙女现在还生着病，你这个当妈的不留下来照顾你女儿，回去干什么？婆婆闲不住，在老家也是常年劳作，手劲儿比普通男人都要大，扯得我胳膊险些脱臼。挤压已久的情绪彻底爆发了，我反手就薅上她的头发。你个老妖婆，我忍你很久了，安安是怎么生病的你比我更清楚。嘴上说着疼孙女，实际上一点人事也不干。要不是你们不想让我5一回家，故意打开安安房间的窗户，我妈能出车祸吗？现在你们还在咒我妈死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疯了！儿媳竟然敢打婆婆！婆婆被我戳穿，却还是死活不肯承认是她打开了窗户，故意让安安感冒。要是放在平时，我是肯定打不过婆婆的。但此时我肾上腺素飙升，婆婆一时间落了下风。还有你，我指着扬起巴掌想打我的江旭。或许是我现在的表情太过狰狞可怕，江旭一时间没敢上前。以前我怎么没发现你是个妈宝男？你记着，你最好祈祷我妈这次没事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。江旭没想到我忍了这么多年，今天竟然主动提起离婚，他立马不作声了。最近的一班飞机是下午3点，而且只有头等舱。我边哭边不停祈祷，妈妈一定要平安。有旅客向我投来奇怪的目光，也有人默默给我递来纸巾。空乘人员也注意到了我，贴心地给我送来热饮，心口有了热量，我才渐渐平静下来。可我忍不住啊，那是我妈呀，是会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留给我的妈妈，是我生病她比我还着急痛苦的妈妈，是出嫁时牢牢握着我的手，告诉我一定要幸福，如果有什么事，她永远是我的后盾的妈妈。上一次看见她还是安安出生那年，她和爸爸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来看我。妈妈有高空恐惧症，而且晕车，所以很少出远门。那一次，她实在放心不下我，一定要陪我生产。她来时给我带了老家的香肠、腊肉、土鸡蛋，甚至还有几把香椿芽。临走时，她往我枕头下塞了一张银行卡，
里面有10万块钱。他怕我因为生孩子而减少收入，又担心我手心朝上不好过。哪怕我无数次告诉他没事的，我休产假也是有工资的，而且江旭对我很好，结婚后工资卡就交给了我。妈妈笑着告诉我，不，那不一样，我的这份是娘家给你的底气。明明我们前几天还在打视频，妈妈还活蹦乱跳在厨房忙碌，怎么今天就这样了呢？5·1路上的每个人都带着父母四处旅游打卡，他们脸上满是开心。原本我也可以这么高兴的。航站楼外面还拉着警戒线，汽车零件散落一地，近乎解体，鲜血已经被清理干净，只留下几处暗红。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车祸有多么惨烈。不远处的地上静静躺着一只发卡，那是我前不久给妈妈买的。我按下心中的悲痛，拦下一辆出租车，直奔医院。这场车祸伤了不少人，很快就在人群中传开了。出租车司机是个话痨，给我转述了这场车祸的详细情况。那人是酒驾，听说是在追女朋友，结果车速太快了，一下子撞飞4-5个人。我当时就在前面送人，给我吓得魂都要飞出去了。造孽哦！你说说，这好好的5·1，全家一起高高兴兴的出游，却闹出了人命，这算什么事哟？世事无常，珍惜身边人。下了出租车，我就直奔手术室。手术室门外乌泱泱站着一群人，个个脸上都挂着悲痛不已的神情。爸！瘫坐在地的爸爸听见我的呼喊，嘘一下站起身来，我们两父女紧紧抱在了一起，嚎啕大哭。叔叔伯伯、姨妈舅舅都在场，看见我们这副模样，都纷纷过来安慰。只是姨妈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眶，兰兰，没事别哭了，我们大家伙都在，你妈妈肯定会平安无事的。我们一家子抒发了情绪，我爸才有力气跟我讲我妈的情况。你妈妈当时被撞飞了5-6米远，送来的时候医生就下了病危通知书，现在已经做了7-8个小时的手术。医生说就算救回来了，也很有可能会成植物人，后续的治疗更是一个无底洞。爸爸边说边抹眼泪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哭。我握紧他的手，妈妈一定会没事的，我在呢，只要妈妈能好起来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我回来了，爸爸心安了不少，便让一些亲戚都回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姨妈他们都先走了，再三嘱咐有什么情况一定要打电话。这时爸爸才注意到我是一个人回来的，他问小江呢？他怎么没来？提到江旭，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对爸爸说这阵子发生的事，更不知道该怎么说丈母娘病重，女婿却不打算来看这件事。我心中羞愧难当，我在想，这样的婚姻我真的要继续吗？这些年，我不说把婆婆当作自己亲妈看待，也是一直好吃好喝的哄着她。爸妈从小到大都教育我，你对别人好，别人自然也会对你好。5年，我好像一直在婆婆身边尽孝。她生病住院，是我出钱出力，忙前忙后。她想吃什么，我立马买了，让江旭送回去。反观我爸妈，好像自从我结婚后，他们有我这个女儿和没有就没什么区别了。而这一次，我彻底看清了他们母子的嘴脸，无耻、自私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一刻，我决定离婚。爸，如果我说我要和江旭离婚，你会同意吗？爸爸表情有些错愕，盯着我半天没有说话。半晌之后，他才心疼地拍了拍我的手：“丫头，受委屈了吧？如果你真的想好了，不管你做什么，爸爸都支持。还有你妈妈，她最放不下的就是你。
自从你结婚后，他每天都要去你房间坐一会儿，只要你过得开心，他也会支持的。”爸爸说到这，我已是泪如雨下。别哭，等你妈妈出院了，咱们把小安安也接回来，以后我们一家4口开开心心的。我妈的那场手术做了整整15个小时，在神经外科、骨科等多位医生共同协作下，我妈的命保住了。这一场车祸，我妈摘除了半个头骨，全身上下10几处骨折，脾脏被摘除，输血6000毫升，相当于换了2遍血。我妈从手术室推出来时还没清醒，我和爸爸只匆匆看了一眼，我妈就被医生推去了 ICU。 医生说手术比较成功，但还要看术后情况怎么样，家属要随时做好心理准备。我们向医生郑重道了谢，谢谢他们从死神手上抢回我妈妈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和爸爸轮流守在 ICU 外，每天有半个小时的探视时间，我可以进去和妈妈说说话。亲戚们都来自发守着我妈，想让我和我爸回去休息，可我们都怕妈妈醒来看不到我们着急，又把他们劝了回去。江旭还是我妈手术当天发了条信息问情况，要我没什么事就先回来，孩子实在哭闹得紧，吵着要妈妈。叶兰，叶兰，你已经结婚了，凡事都该为我们这个小家着想，能不能别老是想着娘家的事？你这个儿媳怎么当的？我妈这2天腰疼，都没人扶她去上厕所。既然妈已经没事了，你让爸先守2天。江旭吗？那是我妈。如果今天躺在这儿的是你妈妈，你还能心平气和说出这番话吗？呸呸呸！你少在这放屁！我儿子这么孝顺，我肯定会长寿，不像某些人福薄短命。婆婆在江旭旁边嚷嚷着，我缓了缓，让自己尽量平静。如果不是你妈妈故意让安安生病，我怎么会错过飞机？我妈又怎么会为了找我而出车祸？听见我将责任落到她头上，婆婆又炸了。明明就是你自己照顾不好孩子，关我什么事？还有啊，你人在那可以把我儿子放你那的工资拿回来，你别想着拿我们家的钱去填你们家的无底洞。我说呢，原来是担心我花江旭的钱啊。江旭1个月15000，我1个月17000，算下来我挣的比他还多。不过我也不和他争辩，只冷笑道：“不好意思，你儿子赚的每笔钱都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我有权利支配。至于属于他的那份，我会留着给他送终的。”你啊！老太婆在电话那头无能狂怒，没再给他满嘴喷粪的机会。我挂断了电话。进 ICU 的第3天，我妈醒了，但还不能说话。护士给她拿了纸笔，让她把想说的话写出来。纸条上歪歪扭扭的笔记写着：“兰兰，安安可好？”医生和我们家属都看到了希望。就在我们以为情况会越来越好的时候，妈妈病情突然恶化。我和爸爸看着一群医生涌入病房，都在心里祈祷奇迹会再次发生。可惜命运没能再次眷顾我们这个家庭，我再也没有妈妈了。妈妈的葬礼办了3天，我和爸爸尽力将妈妈最后一件事办得体面，只是江旭这个名义上的女婿没有到场。我爸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悲凉。你妈妈在世的时候对她多好啊！我安慰道：“没事，她很快就会遭报应的。”我爸看了我一眼，叹气，只当我是恨极了江旭才说出这种诅咒他的话。可只有我知道，江旭是真的命不久矣。大概1个月前，我们单位组织职工体检，正好江旭说他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，我便让他去检查。前几天，体检报告发到了我手机上，江旭得了肝癌，而且是晚期。
我特意去问了医生，医生说这种情况下存活期只有几个月到半年，不积极治疗的话，癌细胞只会扩展得越来越快。而我并不打算告诉他这个消息，我也是为了他好。万一他听说自己得了癌症，吓死了怎么办？听说肝癌后期会非常痛苦。江旭，你也该尝尝这种滋味。妈妈葬礼办完后，我正式给江旭发去了离婚协议书。他很快打来电话质问：你没搞错吧？就因为这个事，你要和我离婚？你妈妈出事，我也不想，可照顾安安还有我妈，白天又要工作，哪里脱得开身？闹闹就得了。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，但是成年人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人都会有这一天，看开点吧。再说他死了也好，不仅省了治病的开销，还能给家里还少份支出。等你爸也死了，我们就用他们的遗产换个房子，再把我妈接来，一家子和和美美的。江旭噼里啪啦给我一顿说教，丝毫不觉得他这些话有什么不对。我再一次怀疑自己当初为什么会瞎眼看上他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等丧偶，到时候他的遗产就全都是我的。我向单位请了长假，爸爸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放心。尽管这些时间他都强颜欢笑，但我知道他心里有多痛。我没想到，没过多久，江旭就带着婆婆还有安安回来了。他们来的时候，正巧我姨妈他们也在我家，主要是为了缓解我和我爸的悲伤氛围，让我们早点走出来，适应新的生活。一进门，江旭看见这一家子，先是吃了一惊，随后就给我爸鞠了个躬：爸，对不起，这段时间是我太忙了，没能赶回来参加妈的葬礼。婆婆十分自来熟，撅着腚就打算往沙发上坐。是啊，亲家，也怪我不争气，老毛病又犯了。江旭是不放心我才会脱不开身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我姨妈丝毫不惯着她，一肘将婆婆推开老远。不是我说，你们谁呀？谁跟你是亲家了？婆婆脸瞬间变得苍白，江旭连忙把她妈护在身后。姨妈，你们要怪就怪我，是我没调节好工作和生活，才让兰兰一个人回来。今天我和我妈都是上门来道歉的。我直接将门打开，滚！江旭脸上有些挂不住，还在试图解释。我知道你怪我，可那天是安安发烧了，属于突发情况，我们都不想的呀，是吗？我打开电视机，又将之前保存的监控视频调出来，投屏到电视上。视频中显示凌晨2点，婆婆鬼鬼祟祟进我们房间，打开了窗户，甚至还特意把安安身上的被子扯开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孩子怎么可能不感冒？我那天已经说了，你5·1不想和我回家可以，我自己带着安安回来。为什么你们还是不愿意？婚前说好的轮流到2家过年，结果每次过年你们都找各种借口，说什么过年的只有你一个人在家很孤单。我怒气冲冲看着婆婆，我忍了你这么久，没想到换来的是你得寸进尺，现在就连5·1也不让我回家了。我妈出事，你得承担一半责任。我们家的亲戚都被震惊了，就连我爸只知道我要和江旭离婚，并不知道竟然还发生了这么多事。你个没妈的教的，居然敢骂自己婆婆！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骂她，她脸上多少有些挂不住，想也不想就立刻回嘴。下一秒，婆婆脸上就挨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巴掌。是我最火爆的姨妈，她和我妈只相差2岁，感情最为要好。今天我就撕了你的这张嘴，让你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姨妈嗷的一声向婆婆扑去，现场很快混乱不堪，打架的打架，拉架的拉架。
江旭看到他妈被打，很快也加入了战场。不过就他那身板还不够我一副下菜的。混乱中还狠狠被我爸揍了2拳。我把安安带回了房间，给他打开宝宝巴士。宝宝别怕，他们是在玩游戏呢。这场闹剧最后以江旭被送到医院收尾。我姨父还在惊讶，我都还没碰到他，他就晕了。婆婆在医院哭丧，说我们竟然敢打他们母子。现在江旭还被打进了医院，他要报警抓我们。他确实报警了。婆婆愤愤不平，同志，最好把他们抓起来枪毙。但人家听完前因后果后，只对我们进行了调解。婆婆不依，又哭上了。您要是觉得调解不了，可以去起诉赔偿。听见这话，婆婆趾高气扬上了。听见没？要么你们就拿出100万和解，要么我就去起诉，让你们一家子都坐牢。我无语地摊开双手，没钱，你去告吧。婆婆嗤笑出声，笑道：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撞死你妈的人是个富二代，家里可有钱了。你们家拿到手的赔偿金不少吧？肇事司机确实是个富二代，事发当天就已经被警方控制，现在他们家正在四处联系受害人家属，想争取谅解。可就算给我1000万，我也只要我妈回来。滚！你儿子死了，你也能拿赔偿金，放心吧。我白了一眼婆婆说道。这时江旭的检查报告也出来的差不多了。医生神情沉重，将我们家属喊到办公室。我贴心地让婆婆坐下，自己站到一旁。医生，我儿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被他们家打成这样的？医生推了推眼镜，摇头道：根据 CT 结果显示，江旭肝脏有10至1占位，我们又查了他甲胎蛋白，数值也不正常。行了行了，那些专业术语我也听不太懂，你就说这是不是他们家的责任吧。婆婆不耐烦地打断医生：家属你先别激动，简单来说，您儿子现在是得了肝癌，并且是晚期，已经发现了多处转移。什么？婆婆再次打断医生，激动得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。我贴心地给婆婆解释，医生的意思是说，江旭现在是肝癌晚期，没几天活头了。婆婆几乎是被护士搀扶着出来的，刻薄的老脸上第一次痛苦。公公去世的早，婆婆和江旭相依为命20年，江旭是她所有的情感寄托。一时间告诉她即将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她不崩溃才怪。等我们回到病房，江旭已经醒了。我嘱咐我爸和姨妈他们先回去，小安安也需要有人看着。爸爸不放心，让我随时给他打电话。他们走后，我搬了把椅子坐着，静静看戏。不知道是不是意识到了是什么，江旭态度好了不少，跟我道歉的语气里甚至带了几分真诚。老婆，对不起，这次真的是我错了，我不该这样对你。妈对我那么好，出了这么大事，我也不该不出面。这次来，我本来是真心想带着安安祭拜一下妈的，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，大概是癌细胞进展太快。仔细看，江旭脸上已经出现了不正常的苍白。可总归说起来，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好。妈现在已经入土为安了，咱们活着的人也要好好生活。妈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俩好好的，这样妈泉下得知也安心了。江旭，我打断他，你也知道我妈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我幸福啊。我为了你离家千里，整整5年没回家过年。以前你和你妈妈那些伎俩我不是不知道，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。可你千不该万不该这样对我妈。我妈葬礼那天，所有亲戚都在问你为什么不出现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回答呢？我用探究的眼光盯着她，直到她脸颊泛红。
对了，你的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，具体情况你问你妈妈。我先走了。说完，我便转身出门，不管江旭怎么喊，都没有回头。后来江旭得知自己患癌后很崩溃，在医院闹了2次自杀。婆婆哭着求我回去看看她。我说：妈，我照顾安安呢，我很忙，有时间再说吧。我这也是为了给江旭挣医药费啊。肝癌晚期的病人会越来越痛苦，恶心呕吐、癌痛、腹水。医生已经私下找过我很多次，说发现的太晚，已经没有治疗的必要。我每一次见面，江旭眼中就会燃起希望的火花。兰兰，你救救我，咱们让医生用最好的药好不好？我还不想死。婆婆看见她这副样子，恨铁不成钢。儿子，他不救你，妈妈救你。妈这就去告他，让他把钱都吐出来。我哈哈大笑，恐怕咱们官司还没打完，你儿子就先入土了吧。说着，我看向婆婆，要不是你成天不安好心，一心只想阻止我回家，说不定我和你儿子现在还在好好过得好呢。江旭听见这句话后，眼里的怒火几乎蹦出来，他看向婆婆的眼神中充满怨恨。妈，你就少说2句吧，要不是你天天给我出些馊主意，我和叶兰怎么会闹成今天这个样子？说实话，我看不起江旭的，他又不是一个3岁小孩，却一直任他妈妈摆布。说到底，还是我遇人不淑。我离开医院后，婆婆就四处打听，想卖掉我和江旭的婚房，但房产证上还有我的名字，必须我签字才能出售。最后，她只能低价卖了自己在老家县城的房子。可医生说了，江旭的病无药可医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婆婆这段时间着急上火，下楼梯的时候摔了一跤，摔骨折了，照顾是不可能照顾的。偶尔我上婆婆病房坐坐，就会和隔壁的大妈们唠嗑，聊一聊婆婆和江旭的光辉事迹。最后一次去看江旭，他已经瘦得只剩一副骨头架子。安安看见他直接吓哭了，吵着闹着要回家。我看见江旭眼中最后一点火苗熄灭了，江旭最后死在医院。婆婆卧病，没能看到儿子最后一眼。等他坐着轮椅出院，江旭已经被我烧成一把灰，撒在了绿化带里。婆婆要找我拼命，可她一个半身不遂的老太婆，还能做些什么呢？我把她送回老家，并且依照法律给了她属于江旭的那部分财产。番外，江旭死后，我收到了保险公司打来的一笔赔偿金，保险受益人的名字是我，大概是江旭做的最后一件好事，金额颇丰，足够我无忧无虑地过完下半生。一切尘埃落定，我和爸爸带着安安去祭拜了妈妈。妈，我回来了，和爸还有安安住在一起。安安上幼儿园了，很可爱，还会对着你的照片叫外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爸爸，也会好好照顾自己。妈，我和爸爸会好好生活，您在那边先布置好我们的家，等100年后，我们一家人终会团聚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